留学阿根廷，顺便办移民。阿根廷学生签证除了可以读书，还能开启移民之路吗？ Hola， 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 今天就来深入研究这条非常热门的阿根廷留学移民路径吧。Vamos。说到学生签证，立刻想到年轻人读书的场景。真的适合我们这些想着移民的老中吗？有这种疑问再正常不过了，但其实求学这回事哪有年龄限制呢？话是这么说呢，可是我们频道主要是谈移民，学生签证跟移民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个好问题。在阿根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许多人就是透过学生签证这个方式，合法的居留在阿根廷哦。真的假的？这到底是怎么运作呢？在阿根廷留学主要分为两条路径，第一种是学术深造，这是指前往阿根廷攻读大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那种。那不就是标准的留学生路线吗？可是像我这种读书成绩大概只是比小学生好一点的中学生，估计很难上大学吧。有自知之明的话，小学毕业也不是问题了。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第二种途径，可以称之为学习移民。这条路径客制化程度非常高，几乎适合每一个人哦。好好学习还能移民，快详细说明一下吧。简单来说，只要愿意前往阿根廷就读非学位课程，比如最受欢迎的西班牙语课程啦，或者说是其他的培训班，就能申请学生签证。这种留学方式不限年龄，课程长度从几个月到1年不等，弹性非常大嘞。这简直是学习移民两手抓呀！听说阿根廷的移民政策大概就是连续住3年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连续居住2年就能申请入籍拿护照，对吧？大致上是这样没错。不过阿根廷政府最近颁布了新政策，可能会让这条路没想象中那么简单哦。既然确定了走学习移民这条路，那到底要准备些什么文件去申请呢？既然是要留学嘛，首先最重要的是，当然要有学校接收你。一份学校的入学证明是必不可少的文件哦。这份文件一听就知道很重要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当然呢，这可不是随便找个学校就行啊。在选择阿根廷学校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它是不是在阿根廷移民局系统里有正式注册。只有经过申请人登记处注册过的教育机构，他们发出的文件才能可以用来申请学生签证的哦，这点超级重要啊。那去读书肯定要有钱吧？财力证明不能少吧？没错，要证明有足够的钱，能支持在阿根廷的学费、生活费。通常会要求最近3个月的银行对账单，有些领事馆可能会要求更长时间的记录哦。还有移民基本款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应该也是少不了吧？如果课程超过6个月的话，就必须提供了，需要居住地过去3年的记录。如果有在其他国家居住过超过1年，也需要提供相关记录哦。不用多说，这些文件肯定都需要海牙认证，然后再翻译成西班牙文吧。这2点我已经记熟了。聪明。不过在翻译方面，有个需要注意的小细节，这些海牙认证过的文件要由阿根廷当地官方认可的翻译机构来翻译成西班牙语。哇，还要这样做？这不就是要把文件寄送到阿根廷翻译咯？感觉难度越来越高了。对啊，所以在阿根廷，海牙认证跟翻译的流程跟其他国家有些许不同，算是阿根廷特有的通关密码吧。那如果文件都准备齐全了，要去哪里申请签证呢？飞到阿根廷移民局去排队吗？按照目前最新政策来说，申请学生签证最好也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在阿根廷境外的领事馆申请。之前我听说过，有人可以先用旅游签证进去，然后在当地转换居留权。那么现在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吗？你问到重点了，以目前政策来看，这种先旅游后转换的模式可以说是此路不通了，尤其是拿着红色小本本的朋友哦。
看来移民阿根廷也开始要变成不可能的任务了，为什么呢？可以看看在阿根廷领事馆网页上就有温馨提示，申请旅游签证后从事旅游以外的活动，例如工作、学习或居住，属于移民欺诈哦。如果硬要这么做的话，会怎样呢？后果自负，后果自负了。这也太吓人了吧，还是老老实实的办签证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每个国家的阿根廷领事馆申请签证，对于文件的具体要求、流程细节都可能会有点差异。所以在准备申请前，最好还是先联系所在地的阿根廷领事馆，了解最新资讯，对吧？总的来说，学生签证的申请流程主要分2个步骤。首先，你入读的阿根廷学校会先替你向移民局申请一份入境许可文件，这必须是在移民局系统里完成的注册手续。之后会给你一份入学证明，然后就带着这些文件向所在地的阿根廷领事馆提交学生签证申请。我们会把参考资料放在影片说明栏，方便大家查看，值得按赞吧。现在对阿根廷的学生签证，尤其是学习移民的路径，清晰了很多，但是还有一些小问号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快速解答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吧。好，第一个问题，拿着阿根廷学生签证，可以在当地合法工作吗？当然可以，持有阿根廷学生签证是允许合法工作，不过通常会有工时限制，例如每周不超过20小时。如果超时工作的话，那就不符合规矩咯。那可不能随便超时加班996咯。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学生签证通常有效期是多长呢？如果想继续留在阿根廷，可以续签吗？一般来说，阿根廷的学生签证有效期是1年。想继续留学的话，那是可以续签来延长居留权哦。当然了，你需要在居留到期前申请，也需要把学费交好交满，这样学校才可以帮你合法续命哦。因为续签的程序也是要学校在移民局注册好资料才行吗？对啊，准备好之后，透过移民局的线上系统申请续签就可以了。那第三个问题是，用学生签证在阿根廷读书的时间，可以计入我未来申请永久居留或者是规划入籍的时间吗？这个问题问得太关键了。通常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听起来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讯息呀。就是如果在学生签证续签或者任何居留申请审理期间，在新的签证获批之前的这段时间，根据最新的法令366明确规定，都不会被计入申请永久居留或者规划入籍所需的居住时间。那么这段等候的时间会被当成非法居留吗？那也不会了，移民局会发放一个临时居留许可，让你继续合法停留在阿根廷，只不过这段时间是不计入居住时间以内。所以永居住3年，入籍住2年，到最后肯定是不止这个时间哦。大家移民之前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哦。还有另外一个，尤其对于想要规划入籍的朋友来说，阿根廷现在对于连续居住时间的要求比以往更严格，真的是要求必须连续不能中断哦。那就是说，在这2-3年的期间，一天都不能离开阿根廷咯。看起来就是这样了。虽然有些宪法律师认为这项规定有可能是违宪，但就目前来说，这是最直接的解读。那么什么回国探亲、出国旅游都行不通哦。那看起来，如果透过学生签证来移民的话，真的要乖乖留在阿根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行得通哦。对啊，千万别偷懒啊！不过新政策也是刚执行了几个月，有很多地方细节还有待观察。我们会继续追踪最新消息，请按赞订阅，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这个频道的发展有赖大家支持，想了解更多阿根廷移民干货，来看看这支影片吧。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乔乔，拜拜。